与中国竞争成遮羞布，拜登最后时刻拿特朗普祭旗，这管用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美国国会调查2021年国会大厦暴动案的特别委员会于10月22日指出，他们已对前总统特朗普发出了传票，要让他对涉及这起暴力事件提供证据。近日，美国因为俄乌冲突而难产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发布，除了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挑战之外，还有一块内容是非常罕见的，这就是首次将造谣撕裂社会列为美国的重大威胁，甚至提升到了与恐怖主义相当的威胁水平。这个潜台词就是美国的国会山备战事件，证明民主党政府从战略层面将特朗普放到了美国安全的敌对面。在中国实力崛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战略安全文件中重点说与中国竞争非常正常，可以说这是美国政坛的共识，但也是其遮羞布。民主党当前最大的威胁仍来自于共和党，而再过10来天就要进入到美国的中期选举阶段了，这恐怕才是关键。所以，美国的新国家战略安全文件的发布时间点本身就比较有意思。你可以理解为，这份文件更看重美国的内斗，而不是与中国的竞争。当然，拜登政府对付特朗普可不只是仅有这一招，而是玩了一招更阴的，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宣布传唤特朗普，目标就是将董王定位在破坏美国民主体制的位置上，为民主党在未来的选举中翻盘打基础。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决定传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作证，投票结果是9-0，这被认为是结束调查工作前的必要的最后行动。当然，时间点才是亮点。在决定传唤之前，调查委员会先花了2个多小时展示证据，证明就是特朗普煽动支持者袭击国会山的。只要这波传唤把特朗普的罪名给坐实了，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就可以转给美国司法部，特朗普可能就得面临司法部的刑事指控。这一切策划得非常完美，但是特朗普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公开嘲笑该委员会的行为是彻底的失败。外界预计，董王不大可能会配合这个委员会的要求，提供所谓的相应文件和证词。违抗国会传票可能会被判定为一项犯罪，或被处以1到12个月的监禁。但这么玩可能反而助长了特朗普本来就已经极高的支持率。即便特朗普前往作证，他也可以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反对自证其罪，拒绝回答委员会的问题。现在距离中期选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照现在的形势，选后众议院很可能会落到共和党的手里，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又是一言九鼎。届时，共和党要么会解散这个调查委员会，要么全换成自己人，直接推翻之前的调查结果。所以，拜登的这一招可能还真不好使。那么，拜登又为何要玩这手呢？主要还是着眼于长远，从根本上摧毁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历史地位。因为国会山事件的调查结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特朗普是不是在摧毁美国民主？美国社会正在严重撕裂，美国的民主体制在崩坏，严重冲击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总得有人负责吧？特朗普就是美国民主崩塌的叛国罪人，是美国先进体制的公敌，这个帽子可真是够大的了。所以，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现在首要的对手还不是中国，而是特朗普。我们需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和竞争，但是也可以淡定的看戏，因为好戏还在后头。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